你以为六道轮回是死了之后的事儿，你死了以后，阎王爷拿个本儿翻一翻，决定你下辈子投胎成一只狗、一头猪、一条虫，或者壮大，运了投胎成神仙，扯淡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你根本就不需要等到死。你现在就坐在这里，盯着这个屏幕的这一刻，你已经在六道里轮回了，不知道多少圈了。我知道你们不信，大多数人一想到六道轮回，脑子里就浮现出《西游记》里那种阴森森的阎罗殿、牛头马面。孟婆汤传统的解读告诉我们，天道享福，人道修行阿修，罗道好斗，畜生道愚痴，恶鬼道贪婪，地狱道受苦。死了以后一清算，该去哪去哪，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死后世界的行政划分，对吧？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认知错得离谱。佛陀在2000多年前讲这个东西，他真正想说的是当下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死后世界，不是什么宗教恐吓。佛陀本人从来就没鼓励过大家天天琢磨死后去哪，他反复强调的是你现在是什么状态。真相是，六道轮回就是一个精密的人生操作系统，它描述的是每一个人在每一天，甚至每1小时、每1分钟里不断切换的6种心理状态，6种生命活法。你不需要死，你每天都在轮回。别急，我今天从6个维度一层一层扒给你看，你到底是怎么轮回去的。先说最容易理解的畜生道，传统的佛经怎么说？畜生道众生愚痴无明，常受驱役鞭挞之苦。堕入畜生道的人，是因为活着的时候像畜生一样，只懂得吃喝睡繁殖，没有智慧。很多人一听心想，哦，那是动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关系大了。我给你说个场景，你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摊，掏出手机，打开短视频软件，你本来就想刷5分钟，结果你呢，手指跟装了马达一样，一条接一条，你大脑已经不思考了，你就跟实验室里按了按钮就喂食的小白鼠一样，被动接收信息。你刷到凌晨2点，眼睛干涩，脖子僵硬，你明明知道该去睡了，但你停不下来。请问，这一刻你和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反复按杠杆的动物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。畜生道的本质是什么？无自主意识被本能驱动，你被多巴胺机制驱动，动物被食物和交配驱动。换成现代语言来翻译，畜生道就是完全被生理本能和被动刺激绑架的状态。爬虫脑接管了你的决策系统，前额叶皮质关闭下班了。你吃垃圾食品的时候，你沉迷娱乐消遣的时候，你被算法推送的八卦牵着鼻子走的时候，你就活在畜生道里。我以前看一个纪录片讲，赌场里那些老赌徒，他们坐在老虎机面前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，手不停地按按钮，输了就输赢了也不走，嘴角流着口水，眼神涣散。你从生物学角度看，它跟一只看见香蕉就走不动道的猴子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。畜生道的核心特征就一个字：钝。思考钝了，觉知钝了，你活成了一个被本能控制的生物机器人。佛经里还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，转生畜生道的因大多来自愚痴。什么叫愚痴？就是没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正有益的事，什么是正在消耗你的事。你以为你在娱乐，其实你在一遍又一遍地加固动物性的神经回路。我记得以前有人统计过，一个人平均每天解锁手机的次数多得高达上百次，每一次解锁都是一次毫无意识的条件反射。你从来没想过我为什么要打开它，你就是手痒了，打开了。这跟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学会了按杠杆就有食物有什么区别？本质上都是巴甫洛夫的狗那一套铃声一响，唾液分泌通知，一来手指滑动，你已经没有自我了，你只有反应。这就是畜生道的真相。
它不是什么死后变动物，它是你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大脑降级成了动物级别。再来恶鬼道，佛经里怎么形容恶鬼的8个字？腹大如山，咽细如针。肚子大得像山一样，永远是饥渴的，但咽喉细得像根针，什么都吞不下去。恶鬼道的众生永远在想要，永远在得不到的折磨里好。我把这8个字翻译成现代语言：欲望无限大，满足能力无限小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甚至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？刷卡买了一个新包，到手2、3天就索然无味了，马上又盯着下一款限量的升值了，高兴了3天，然后看到别人比你升得还快，心里又开始痒了。房子从80平换到150平，住进去不到半年又开始想别墅了。打开外卖软件纠结了半小时，选了这个怕不好吃，选了那个怕不够亮，最后点了一堆，吃了2口就扔了，又觉得空虚。看到了吗？腹大如山，你的物欲、食欲、色欲、攀比欲全被消费主义吹得像山一样大，厌细如针，你永远没有真正的满足感。你的幸福阈值被抬得越来越高，你的咽喉越来越细，什么都咽不下去。恶鬼道的本质是什么？恒长的匮乏感。你也许银行卡里有7位数存款，但你内心依然是一个恶鬼。你总觉得不够，不够有钱，不够好看，不够被认可，不够被爱。佛经里把恶鬼分为好几种，有外障鬼看到食物和水，但一到眼前就变成了脓血；有内障鬼嘴巴小得像针眼，食物塞不进去；有饮食障鬼好不容易找到吃的，一吃嘴里就冒火。你仔细想想，这不就是你吗？你看到一个东西想买，我要它，然后你买到了，感觉不对，没意思，或者你想吃进去，身体又不舒服了，或者你疯狂追求一个人，追到了，又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喜欢。你不是恶鬼是什么？永远在追求和失望之间的那个虚无地带打转。现代社会的恶鬼道是什么？就是信用卡、花呗、网贷，就是你为了一个根本不需要的东西，透支你未来3个月的人生，就是你明明吃饱了，还在往嘴里塞，就是你明明知道刷下去只会更焦虑，但你就是停不下来，因为你内心里有个黑洞，你迫切需要用什么东西把它填满，但奇怪的是，什么东西都填不满。恶鬼道的运作密码叫贪。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儿，有一个做金融的人，年收入几百万，在北京有好几套房，但他每天都活得很痛苦。他跟我说，他每天晚上睡前都在想，张总今年又拿了个大项目，李总又换了一辆迈巴赫，我是不是落后了？他明明不愁吃穿了，但内心永远有一只恶鬼在尖叫，不够，不够，我还要这种饥饿，跟他的银行余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是一种灵魂层面的营养不良。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你刷朋友圈看到别人又去哪里玩了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你看到别人晒了新包、新车、新对象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祝福，而是一种说不出的酸。你不是坏，你是恶，你被恶鬼附体了。你想想是不是？然后地狱道，佛经里描述地狱道的痛苦，那叫一个恐怖，刀山火海，油锅铁床，万箭穿心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有一种地狱是你活着的时候就能体验到的，而且体验的人还挺多的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？早上闹钟响了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起床，而是一种从胸腔深处涌上来的巨大的绝望感。你觉得今天又要重复昨天的痛苦了，你不想起床，不想上班，不想见任何人，不想接电话。你觉得自己被困住了，像一台机器，每天重复同样的流程，上班摸鱼，加班回家睡觉。你知道这种生活毫无意义，但你找不到出口。你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，
呼吸都带着重量，这叫抑郁症，这叫地狱道。地狱道的本质是什么？不是火烧，不是铁烙，那是古代人有限的想象力能想到的最痛苦的东西。地狱道的本质是持续的痛苦，且看不到任何希望。你想想，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在996的办公室里，每天被领导打压，被绩效考核压得喘不过气，他想离职吗？想，但他不敢，因为他有房贷车贷，有家人的期待，有社会评价他，每天坐在工位上，像不像在油锅里被反复煎炸？他的心在滴血，他的尊严在被一层层剥掉，但他走不了，因为人间无路可走。这跟地狱中的众生有什么区别？地狱众生的特点是痛苦不断，想逃不了，而且这种痛苦是持续的、高频的，一阵刚平，一阵又起。我看过一个说法，说地狱分为8寒地狱、8热地狱、禁边地狱、孤独地狱。你别说这些名字跟你没关系。8热地狱是什么？就是你被愤怒烤得睡不着觉的那一夜。8寒地狱是什么？就是你在感情里被冷暴力，一个人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的冬天。禁边地狱是什么？就是你离职的边缘，反复横跳那几个月。孤独地狱是什么？就是你在大城市里一个人过生日，发现没人记得的日子。我再给你讲个极端的情况。这几年有个词叫丧偶式育儿，你见过那些产后抑郁症的妈妈吗？她们每天24小时围着孩子转，半夜要起来喂奶，白天要收拾家务，老公回来就瘫在沙发上打游戏。婆婆还嫌你这没做好，那没做好，她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被榨干了，没有人理解她，没有人帮她，她像一个囚徒，困在几十平米的房子里。这就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。地狱道的运作密码是嗔、怨恨和愤怒最终转向自己，变成自我攻击。还有人问，师父，真的有地狱吗？你看现在网上那个很火的视频，师父说了一句话，我给你们复述一下。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世界到处都是活在地狱里的人。企业破产了，身上背负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外债的时候，不想活了。那个时候他在哪里？不就是在地狱里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地狱不在18层底下，地狱就在你的心房里。你被绝望困住的那个瞬间，你已经在地狱里了。第4道，阿修罗道。传统经书里怎么形容阿修罗？阿修罗男身形丑恶，阿修罗女端正美貌，常与天人争斗，嗔恨心重，好战。你来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，就是内卷到极致的职场，浑身是刺的社交，永远在战斗的人生。你看没看过那些互联网大厂的高端岗位，每天开了8个会，每个会都在撕逼。A 部门说要资源， B 部门说预算不够， C 部门说你凭什么独占渠道？他白天跟同事斗，晚上跟竞品斗，回家还跟老婆斗，因为老婆嫌他回家晚。阿修罗道的人有个共同特征，永远在比较。他见不得别人好，别人升职了他难受，别人买房了他焦虑，别人家孩子考了100分，他回家就把自己孩子骂一顿。他这一辈子唯一的动力就是我要赢，我要压过所有人。但有个很讽刺的事儿，阿修罗道的众生虽然福报很大，能力很强，但他们永远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比别人强的基础上的。这种快乐是假的，它跟毒瘾一样，得一直加大剂量才能维持。今天你赢了同事，明天又来一个比你更猛的95后。今天你压过了同行，明天行业变天了，你引以为傲的优势瞬间归零。阿修罗道的人外表光鲜，内心千疮百孔，他们看起来是精英，其实是一群焦虑到爆的战斗机器。他们一辈子都在打仗，但他们从来没问过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到底在争什么？佛经里说，阿修罗道属于3善道之一。
其本性也是善良的，但因为常常带着嗔恨之心，执着争斗的意志终非真正的善类。翻译成人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人本质不坏，但他已经习惯了攻击模式，你跟他说什么，他都觉得你在针对他，他永远处于防御、进攻再防御的循环里。这种人在哪？在每一个过度竞争的环境里，在投行，在律所，在大厂，在网红圈，那些人表面笑嘻嘻的，私底下互相使绊子。阿修罗道的运作密码是慢与疑、傲慢和猜忌，总觉得别人要超过你，总觉得世界对你不公。我再说一个残酷的事儿，阿修罗道的人有个最大的悲剧，他们拼了一辈子爬到顶端了，然后发现顶端什么也没有，那地方风大孤独，而且下面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想把你拉下来。阿修罗道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，阿修罗道的焦虑永远是永恒的。你是不是也活在这样的焦虑里？第五道、人道等等，你可能会说，博主人道不就是我们吗？有什么好解读的？你错了，你觉得你现在坐在这儿，你就在人道里。不一定。我刚才说的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、阿修罗道，哪一个不是你们日常活着的状态？那真正的人道是什么？佛经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说法，人身难得。为什么难得？因为只有人道才具备觉知和选择的能力。畜生道的众生被困在本能里，无法觉醒；恶鬼道的众生被困在欲望里，看不到别的；地狱道的众生被困在痛苦里，没有余力思考；阿修罗道的众生被困在争斗里，停不下来。只有人道，只有真正的人，可以在欲望升起的瞬间看见这个欲望，然后选择要不要跟随它；可以在痛苦中看见这个痛苦，然后选择如何去面对它。什么叫做人？做人的本质就是拥有自主意识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早上刷手机，刷到一条让你嫉妒的朋友圈，同事又去国外度假了，你心里酸了一下。这一刻你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顺着这个嫉妒往下走。他凭什么？他不就是命好？我加班加点他，倒在外面浪好。恭喜你，你瞬间滑入阿修罗道。但你也可以停下来，看着这个嫉妒，对自己说：哦，我嫉妒了，但嫉妒只是一种情绪，不代表我必须做什么。你放下手机，去干你该干的事儿。这一刻，你才是人。人是可以在刺激和反应之间留出那0.5秒的缝隙，然后做出选择的生物。佛经里有个著名的比喻，叫盲龟浮木。佛陀说，大地变成大海，一只瞎了眼的乌龟每100年浮出海面，一次海面上有一块带孔的木块，随风漂流，盲龟的头要恰好穿进木块的那个孔里。你说概率有多小？佛陀说，得人身的机会比这个还要小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自己不就是人吗？有什么难得的？我要告诉你，不是。你披着人皮不代表你是人。真正的人是那个能够在5欲6尘的洪流中突然停下来，意识到自己被洪流冲着走的那个瞬间，那个瞬间才是人。人不是一张皮，人是一种觉知状态。你看，佛经里把人道放在中间，上面有天道和阿修罗道，下面有3恶道。人道的殊胜之处就在于中道，既不像天道那样舒服到迷失，也不像恶道那样痛苦到无法喘息。人道有苦有乐，因为苦你才会寻求解脱，因为乐你才有余力去修行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人身难得，不是说你投胎做人概率低，是说你能够从本能和欲望中抬起头来，拥有自我觉知的那种状态，太难得了。第6道，天道，传统解释里的天道是福报最大的地方，寿命极长，思时得时，思一得一，随心如意，听起来很美好吧？但你们注意到没有，佛经里讲天道的时候，紧接着就是一句让人警醒的话：天道众生，
无有修行因缘，福尽则堕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在天道里待着的众生，因为太爽了，从来没有想要提升自己的想法，等福报一用完，直接往三恶道里掉。我把这个翻译成现代化，舒适区就是你的天道。你有没有进入过这种状态？工作稳定，收入尚可，家庭和睦，没有大病大灾，下班后追剧，吃好吃的，周末出去逛逛，日子过得去，没什么烦恼，听起来挺不错的，对吧？但你再细想一下，你有多久没有自我提升了？你有多久没有学过一个新技能了？你有多久没有让自己不舒服？过了古人讲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天道的危险就在这里，舒服到让你忘记了，你还有下跌的风险。我认识一个人在体制内待了15年，温水煮青蛙式的幸福，每天朝9晚5，喝茶看报到点下班。后来单位改革，他那个部门被整体裁撤，他40岁出来，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，外面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了，他还拿着15年前的技能，他哭了，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不，你这不是倒霉，你这是天道福报享尽了，天人五衰了。佛经里讲的天人五衰，大五衰指的是衣服脏了，头上花枯萎了，腋下出汗，身体发臭，不愿安坐于本座，小五衰。还有身上的光开始暗淡，皮肤不细滑了，身边的天女开始远离你了。落到现实是什么？就是你原来的人脉不搭理你了，你的工作经验过时了，你的存款在通货膨胀面前不值钱了。你发现时代把你抛下了，那种落差感比从来就没拥有过还痛苦。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佛经里讲过一个第10天的天人，他有天眼神通，能看到自己死后要堕入猪胎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业力往畜生道滑落，但他毫无办法，哪怕他有神通，他也挡不住自己的福报耗尽。你想想，这什么感觉？就像你躺在别墅的泳池旁边，但你知道3天后你就要去睡桥洞了，而你什么都改变不了。这种恐惧比穷人一辈子穷还要痛苦。我给你们讲这个，不是为了吓你们，我想说的是，天道的安逸是一种慢性的毒药，它不会立刻杀死你，它会在你觉得一切都很好的时候，悄悄地把你的退路一根一根切断。天道的运作密码是一个字：痴，不是笨，是迷失在安逸里，迷失了方向，在享乐中忘记了无常。现在我们回头看看，我从畜生道的本能驱动，讲到恶鬼道的欲望黑洞，讲到地狱道的绝望痛苦，讲到阿修罗道的永无止境的争斗，讲到人道的觉知选择，再讲到天道的舒适堕落。你发现一个秘密，没有6道，不是地理概念，是心理状态，不是死后世界的区位划分，是当下意识的6种波段。你打开任何一本佛经，佛陀从头到尾都在讲观，在讲念，在讲当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老人家早就看透了，人根本不需要等到死才轮回，人每一秒都在轮回。你被老板骂的时候，你在修罗道；你回家躺沙发上刷无聊视频的时候，你在畜生道；你又被消费主义种草，下个月花呗爆了的时候，你在恶鬼道；你陷入抑郁情绪，觉得人生一片黑暗的时候，你在活地狱；你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候，你以为你在人道，其实你在天道安逸道迷失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？6道之间不是跳着走的，是连着跑的。我给你画一条线，你上班被老板骂了，心里憋着气，这是阿修罗道的开端。你憋了一肚子气回家，看到伴侣在沙发上打游戏，你爆发了，这是地狱道的嗔。吵完架，你一个人坐在阳台刷手机解压，越刷越空虚，这是畜生道。你觉得人生没意思，想要用购物来填补内心的空洞，下单买了没用的东西，这是恶鬼道。买完又后悔，
但又懒得想了，躺平混日子吧。恭喜你，你又进入了天道。你看，你一个晚上把6道过了一遍，这就叫轮回12。因缘无明，行识名色，六入处，受爱取，以牺牲老死。看起来很玄乎，但我告诉你，它写的就是你今天一天的流程。无明，你早上醒来还没完全清醒，迷迷糊糊摸手机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起它。行，你开始刷了手指滑动的这个行为时，你看到了一个视频，这个看到就是识名色，你认出了这个人的脸，这个场景。六入，你的视觉、听觉全被手机吸住。触，内容里的情绪触动了你，你笑了或者怒了，受你感受到了愉悦或者不爽，爱你想要更多这种愉悦，或者你想看评论区怎么骂这个人的曲，你开始疯狂往下滑，寻找更多同类型的内容，由你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垃圾，这些业留在了你的脑子里生。第二天你继续这样做，新的轮回开始了，老死。你的注意力死了，你的时间死了，你的人生也在一点点死了。12因缘，一日一轮回。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活在人道里有？还记得刚才我提到的那0.5秒的缝隙吗？修行就是练习，把这个缝隙越拉越大。你愤怒了，停；你看到自己愤怒了，然后选择不骂人，这是人。你嫉妒了，停；你看到自己嫉妒了，然后选择祝福对方，这是人。你放纵了，停；你看到自己在放纵，然后选择放下手机，这是人。人不是完美的，人不是永远清醒的，人是在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、修罗道、天道之间不断翻腾，但永远保留着一双觉醒的眼睛，看着自己轮回去。佛经里讲逆观12因缘，从老死开始倒着往回推。为什么我会老死？因为我有生。为什么我有生？因为我有业力的存在。为什么有存在？因为我执取了。为什么执取？因为我想要。为什么想要？因为我感受到了。就这么一层一层往回推，推到最根本的源头无明。当你能够看见自己的无明的时候，无明就已经开始瓦解了。你不知道自己被牵着走的时候，你是奴隶；你知道自己被牵着走的时候，你已经是半个主人了。佛陀没有骗你，他从来没说6道轮回是死后的事，他说的就是现在，此刻你正经历的这一念觉悟，你就在天道，不是死后的天道，是你当下体验到的酣畅淋漓的欢喜。一念愚痴，你就在畜生道，不是来世变猪，是你当下像猪一样被喂养。一念痛苦绝望，你就在地狱道，不是死后下油锅，是你当下就在油锅里翻滚。6道不是你去的地方，6道是你正在经历的状态。最后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一个弟子问佛陀：师父，天堂和地狱到底在哪里？佛陀说：你看，他闭上眼睛，然后睁开，一念仁慈柔软即是天堂，一念残忍贪嗔即是地狱。再有人跟你说6道轮回是死了以后的事儿，你就告诉他：你醒醒吧，你还没死呢，你已经轮回了多少次了？每天早晨你醒来就是一次新的生，每天晚上你睡着就是一次小小的死。12因缘无明，行识名色，六入处，受爱取有生，老死就在你一天的起心动念间，完整的跑了一遍又一遍。你今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是感恩，是焦虑，是空虚。那个念头决定了你今天的起点在6道中的哪一道。今天你轮回到哪一道了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过去24小时掉进了哪一道最多次？另外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觉得自己现在此时此刻在哪一道？你看看，你读完了我这篇长文，你的心是躁动的还是安静的？你理解了我在说什么，还是你已经开始在想下一期视频要刷什么了？如果是后者，没关系，
你只是又回到了畜生道而已。别怕，这是轮回，很正常。关键是你知不知道你回去了？知道就是开始。咱们下期见。